Clear。第4点也是美军非常重视的一点，如果军官知道你没有做，你很有可能会被记大过，严重的话从美军除名。这点是考量美军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因为它凸显一个人的尊重。你要保证你是去控制你的枪，而不是用你的枪为你的下盘做运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拉，感谢回来我的频道。上次出了一期关于 AR-15 视频，很多观众留言听了巴拉20分钟的视频，并没有了解怎么样去使用手上的这把 AR-15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要利用我手上的这把 AR-15， 针对第一次去靶场玩 AR-15 的朋友，我们来聊一下拿到 AR-15 之后有哪一些安全注意事项，怎么样来操作这把 AR-15， 还有射击姿势等等。AR-15 这把枪的威力呢是非常大的，如果它击中了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，它会很严重的去摧毁身体的组织。那对于步枪而言，安全准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如果你第一次去靶场玩步枪，工作人员会专门给你一个安全准则的教学，可想而知安全准则对 AR-15 的重要性。当你拿到一把步枪，我们要基于对它的尊重。如果我们错误的使用了这把步枪，或者这把步枪落入的错误人的手里，这把枪会造成毁灭性的结局。首先第一点呢，枪口一定要对着安全的地方，千万不要对着身边的人。在靶场的话，枪口一定要对着子弹去的方向。不管你是在 troubleshooting 检查它的错误情况，又或者你是很激动想去拍照留念，我们都是要保证枪口是对着安全的地方。即便你非常确信你清过你的枪，或者弹匣没有在枪上，但是对于周围的人来说，这一把枪是一样的危险。第二点呢，也是非常容易忽略的一点，这一点呢非常的简单，你的手指在没有要扣动扳机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放在扳机上面，因为我们的肌肉都是会有肌肉记忆的，所以手指放在扳机上面很容易扣动扳机。唯一防止的方法就是让手指在没有要扣动扳机的时候，不要在扳机上面逗留。第3点要注意的，我们要始终假设你的步枪在上膛的状态。Clear。当你拿到步枪之后，第一件事情看它有没有弹匣，第二件事情看一下它膛内有没有子弹。无论是谁给你了这把枪，当着你的面清了这把枪，或者是刚刚清空了一个弹匣，我们都要清楚的避免子弹在上膛的状态，而不是可能吧、也许吧、模棱两可的概念。第4点也是美军非常重视的一点，如果军官知道你没有做，你很有可能会被记大过，严重的话从美军除名。当你的步枪没有在使用的时候，你的步枪必须永远是在 safety 的状态，这点是考量美军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因为它凸显一个人的尊重，以及视频开头我提到的对枪的尊重。因为这把枪是我朋友的步枪，所以我没有任何子弹，镜头前的你可以放心观看。我们来聊一下怎么样 load magazine。首先呢，把子弹压进你的弹匣，和普通手枪的子弹不太一样，它少了一个推的过程，可以利用你的大拇指直接把子弹往下压就行了。我一般不会把 AR-15 的弹匣压得太满，因为如果你的弹匣在最满的状态，弹匣弹簧相对紧绷，使得上膛会很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你的弹匣里面有子弹了，怎么样放进你的枪里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匣稍微有弯弯的，这非常适合我们的手去握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这个开口里，并且在这个步骤我们要确保你的弹匣是完全的被弹匣扣给扣住，给它一个非常重的拍打。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magazine release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怎么样去上膛。对 AR-15 来说，有2种上膛的方法。第一种上膛的方法就是我们枪现在的状态 ，bolt carrier group 没有被 locked open， 使用你的 charging handle 用力的往后一拉，这样你的子弹就能上膛了。还有第2种上膛的方法是你的 bolt carrier group 已经被 locked open，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它的 bolt catch 来拍打一下。这样子弹就上膛了。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，你的 charging handle 是可以被锁住的，所以每一次你用到你的 charging handle， 要记得把它给锁回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瞄准。不管你是在使用你的铁瞄或者是红点，如果你的枪没有架在任何物体上面的话，我们的手呢是一定会有抖动，但是呢有一个小技巧来减少抖动，那就是控制你的呼吸。当你已经瞄准好你的目标物之后，最佳扣动扳机的状态是你的肺腔里没有任何的气体。现在来试一下。
扣扳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下姿势，3种射击姿势。有一些姿势呢，在休闲射击时我们不常用的，但是呢，我也会简单的说一下。首先，第一种非常常见的站姿，站姿呢就是要确保你不会被你的枪给带走，而且你要有连发的控制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枪的 stock 顶在我们肩和手臂的当中部分的肌肉群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尽量用我们的手臂把你的枪往上提，提到你的面颊可以倚靠的状态。这里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头不是压在你的枪上面，而是尽量面颊贴住你的枪边。对于我们身体的姿势，我是比较习惯稍微的往前倾，然后双腿呢保持弯曲，这样呢我们的人体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架。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呢对我提出我的人应该笔直一点，但 Bella 在这里认为，如果我前倾一点，后坐力呢会被我们的肩部给 offload。如果我笔直的话，后坐力一来，我会尽量的用我的腰部把我整个身体给拉回来。对我腰部的要求呢有点高，而且女生的腰部呢特别容易受伤。总之呢，不管用哪一种姿势，你要保证你是去控制你的枪，而不是用你的枪为你的下盘做运动，并且呢，你的连击速度也是要跟上。第二种射击姿势呢是趴姿 （prone position）。趴姿呢在娱乐射击上面使用的会比较少。这里呢重要的一点，趴的时候两腿尽量分开，与地面有更多的接触面，能保证你的姿势更稳。第三种姿势呢是跪姿 （kneeling position）。这个姿势呢在打猎中经常使用。Bella 这个姿势呢是适用于右撇子的。我们的左腿呢是支撑腿，右腿呢我们就叫它 trigger leg， 因为我们的 trigger 手呢在右边。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左手的手肘不能直接架在支撑腿上面，因为我们的肘关节太灵活了。我们可以用肘关节上面的这个骨头架在我们的支撑腿上面，这样呢就非常的牢了。然后呢，我们 trigger leg 呢有2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是适用于如果你前面的草太高的话，你希望坐高一点，让我们就把你的脚趾顶在地上，屁股呢可以坐在你的腿上面。第二种方式呢，对你的人体会有更多的帮助，就是把你的脚掌的掌面贴在地上，然后我们再坐在你的腿上面。这个姿势呢稍微坐低了一点，但是呢也是相对的舒服。好，聊了这么多 AR-15， 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。如果呢你去靶场玩了 AR-15， 还记得我的视频，记得回来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